1976年9月9日下午4点，中央人民广播电视台向全世界播报了一条沉重的消息：毛主席于9月9日凌晨在北京逝世。当时，许多人听到这条广播都几乎崩溃。毛主席走了，中国将来的前进道路又会怎样呢？全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都为之心痛，一个领袖倒下了，这是全人类的损失。50多个国家都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并介绍了他光辉伟大的一生。一些第三世界的国家甚至直接动用了10多个版面来悼念毛主席。国外一位记者在收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之后，沉痛地写下：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有53个国家决定降半旗致哀。另外，联合国方面在收到消息的当天便决定降半旗。联合国秘书长在发言中表示，毛主席是一位伟大的政治思想家、哲学家和诗人，他实现自己理想的勇气和决心将继续鼓励今后的世世代代。联合国大会主席则评价毛主席：我们时代最英雄的人物，他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毛主席逝世的消息公布时，美国时间正是凌晨。收到消息之后，美国各大广播公司以及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连夜开始加班加点撰写明天的头条新闻。当时正值中美关系破冰不久，美国广播电台选择在电视节目上反复地播报毛主席和尼克松会晤时的画面。白宫方面也立刻做出了反应，总统福特在当天便向中国发来了唁电。另外，福特和基辛格专门做了关于毛主席逝世一事的谈话，并给予了毛主席高度的评价。福特在讲话中说，毛主席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位巨人，他对历史的影响将远远超出中国的国界。另一个和美国情况相似的国家是日本，因为当时中日关系也正走上一个新的台阶，两国之间结束了多年的僵硬状态。此时毛主席的逝世对于日本民众而言也是一次不小的打击。日本的新闻甚至比美国发得更快。由于两国时区相近，所以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时，日本当天的报纸已经印刷完成。不过当得知这个惊天的消息，日本各大出版社纷纷决定暂缓其他新闻的发布，把所有的头版都让给毛主席逝世这个最重要的消息。日本国内其实存在不少共产主义的支持者，当他们在报纸上看见这个沉重的消息时，甚至不由得在大街上嚎啕痛哭起来。对于这些共产主义战士而言，毛主席是他们心中最伟大的领袖，是毛主席的精神一直支撑着他们前行，所以他们此刻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而那些处在艰难发展之中的第三世界国家则表现得更加悲痛。显而易见，二战结束之后，中国俨然成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群体之中的核心，而毛主席又是中国的领袖，所以毛主席在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乃至领导人之中都是精神支柱。和中国联系十分紧密的朝鲜，在接到消息之后，立刻决定将9月10日到9月18日都定为哀悼日。由于中国方面决定9月18日下午4点为毛主席进行正式的追悼仪式，因此朝鲜方面也决定在9月18日同样举办追悼仪式，仪式的各个流程都与中国同步。朝鲜召开追悼大会的当天，礼堂内外竟然来了1万多人，同时还有许多人因为不能来到首都参加悼念仪式，干脆在当地设置灵堂来怀念毛主席。此外，除去朝鲜官方发来的唁电之外，朝鲜民间也向中国发来了5000多封唁电。美洲方面，古巴率先发布了新闻，而与古巴同在美洲的哥伦比亚当时其实完全没有和中国建交，自己国内还面临着内忧外患，但他们还是赶在古巴之后发布新闻。哥伦比亚有一大批学生信仰共产主义，所以在收到消息之后，学生们自发地在校园内举行了哀悼仪式。校方领导人也决定中断一切教学活动，专门腾出一天来怀念毛主席。非洲方面，诸多已经和中国建交的国家更是对此新闻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响。因为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过于穷困，很多老百姓买不起报纸，也不识字，是通过政府广播以及人们口耳相传得知的消息。虽然中国和非洲相距万里，但是这些老百姓们都听说过毛主席的名字，他们也知道在这个世界上，除去一直压迫他们的西方国家，还有一个国家叫做中国，一直试图把第三世界的所有国家从泥潭之中带出来。他们对于毛主席这位中国的领袖充满感激，
对于毛主席的突然去世，他们内心无法接受。刚果政府立刻宣布，他们不仅要为毛主席举办悼念仪式，而且每年毛主席逝世的这一天，他们都要进行悼念活动。一位牙买加的贫苦老人带着一束从田间地头精心采来的野花，一路高唱着国际歌，走到了中国驻牙买加大使馆的门口，把花放在了毛主席的遗像之前。而像这样的例子，当时还有很多很多。越是那些处于底层备受压迫的人民，便越是崇敬和喜欢毛主席。一些国家为了悼念毛主席，直接进行了大规模的游行。埃塞俄比亚当时正赶上革命日2周年的纪念日，悲痛的民众们决定直接把革命日的游行改为纪念毛主席的游行。当天，埃塞俄比亚上街游行的人数是所有国家之中规模最大的，足足有10万多人。即便在欧洲诸多资本主义国家，人们也同样选择上街游行，人群中不断高呼着革命的口号。法国巴黎1万多人的游行队伍更是直接来到当年巴黎公社的纪念墙面前，为毛主席举办了悼念仪式。还有和中国有着密切外交关系的巴基斯坦，同样在毛主席逝世的当天举办了郑重的悼念仪式。另外，他们专门请画家为毛主席绘制了巨幅画像。不过，虽然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对毛主席的去世表达了沉重的悼念，却也有反其道而行之的。台湾地区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相当令人愤慨，他们不仅没有悼念毛主席，而且还在报纸上明里暗里发表了一些反动言论。毛主席逝世之前，一直在推动台湾的统一，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蒋介石和蒋经国两父子都对台湾是否回归这件事情几度动摇。只是随着台独势力的扩张，台湾的回归变得困难重重，毛主席也没能看到这一天。唯一值得欣慰的是，虽然台湾地区官方态度暧昧不清，但在台湾民间依然有很大一批心向大陆的爱国人士顶着重重压力发表了悼念毛主席的文章。苏联的情况也比较复杂，当时中苏已经交恶，两国官方和民间几乎都断了往来，所以苏联方面对于毛主席逝世也没有做任何表示，甚至在报纸上发表了语带威胁的文章，要求中国重新审视与苏联的关系。苏联民间虽然有许多民众想要悼念，不过碍于官方的压力，他们不敢公开表态。最终，毛主席逝世这件事情在苏联进行了冷处理。当然，苏联及台湾地区的表现终究是少数，除去他们，其他国家和地区都在深切地怀念毛主席。除了在本国进行悼念仪式之外，各国元首又纷纷发来电报，希望能够前往中国正式地祭奠毛主席。他的离去让所有人都痛心不已。那段时间，毛主席逝世成为了全世界人民最为关注的新闻。在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离开人们的领导人很多，但像毛主席这样去世之后引起全世界如此剧烈反响的似乎寥寥无几。在对于毛主席的看法上，语言、民族、地域都不是限制，人们都一致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一个改变了全世界命运的人。因为毛主席关心的始终是全人类的命运，在他的领导之下，中国也始终能展现出作为一个大国的担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在对毛主席致以悼念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一点，那就是毛主席为世界各国的民族独立斗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世界格局的重新划分，过去被压迫的殖民地或是半殖民地国家都纷纷寻求独立。然而，独立这条路是艰难的，他们要面对的是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层层枷锁，还有本国从历史上积累的大小隐患。面对一个烂摊子，即便是许多革命者也会失去信心。但是，毛主席却带领着一穷二白的中国打破锁链，实现了真正的独立。毛主席的成功，对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鼓舞。毛主席用自己一生的革命之路，向人们证明了一件事情：殖民者是可以战胜的。毛主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了这些国家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最典型的例子便是抗美援朝战争，即便当时的中国也一穷二白，而且要面对的是世界第一军事强国美国，中国人民依旧义无反顾地选择支援朝鲜。越南也是一样，越南争取独立的过程非常艰难，要面对法国和美国两个压迫者。当时世界上的那些强国，无论何种立场，都并不在意越南这个小国的死活，只有中国依旧选择对越南进行无私支援，完全不求回报。
在10几年的时间里，中国为越南输送了大量的资源，还直接派遣了军队对越南进行军事援助，最终帮助越南人民打垮了侵略者。同时，毛主席的思想和理论更是对第三世界国家人民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比如说，埃塞俄比亚等国的游击队便一直都带着毛主席的军事著作。这些国家的游击领导者之所以能够学到游击这种战术，往往就是因为受到毛主席的影响。许多军事技能，毛主席都是开创者。他教给了这些弱国的人民一种方法，一种在自身硬实力不够强的情况下，如何发动群众，利用优势打败殖民者的方法。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对于马列主义做出了开创性的发展，让这些理论具备了更强的实用性，更是推动了马列主义在世界各国的又一次大流行。即便是那些曾经将毛主席视为最大对手的国家，在毛主席逝世之后也会对他致以敬意，因为他们不能否认毛主席的功绩。他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让千千万万的中国人有了尊严，这是人类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功绩。就如荷兰外长所说，就连不赞成他的社会观点的人也不能不承认他的一生是一位历史伟人的一生。毛主席所做的贡献不仅利在当代，而且功在千秋。不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会从毛主席治国的例子之中学到很多。可以说，毛主席是一个推动了全人类进步的人。有些人虽然显赫一时，但在去世之后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甚至还有一些人会因为生前的所作所为留下万古骂名。而毛主席直到今天仍旧在被人们深深地怀念着，赞颂着。历史会给予每一个人公正的评价，每一代人都认同毛主席为中国、为世界所做出的贡献。世界将会永远铭记毛主席作为一位革命者，一位思想家，他的种种功绩足以彪炳史册。他虽然已经逝世，但他的思想是如此的先进，直到今天都具有指导意义。他的精神依然指引着全世界的人民前行，在人们的心里，他从未离开过。